厉害的男人讲究两头硬，一头是技术，另一个嘛，试过才清楚。这他妈是在干啥？我当了这么多年医生，从来没有过这种待遇。江成刚他不过是个才来2个月的新人，凭什么所有人都围着他转？一场手术的功夫，这些人就彻底混熟了。想不到我竟然穿越了，穿越到了90年代和我同名同姓的青年身上，而且也是一名医生。也就是说，我现在掌握的临床经验可是远远超过这个年代的水平。太好了，掌握这种优势，根本不用担心没有大好前程啊！你们知不知道？听说咱们科快解散了，咱们这些人哪个不是拼死拼活的？现在全都得被打包送到其他科。哎，行了，少说几句吧。调过去虽然不受待见，好歹也不至于失业。谁说不是呢？咱们这算好的了。那个新人小江才来2个月，什么都不会，手术刀都拿不稳，去了别的科，估计要挨不少气。小江，今天来的挺早的呀，真是个勤劳能干的小伙子呀。我资历尚浅，应该跟各位前辈多取取经，才能有长进。这年轻人真看得开。大夫，求求你们救救我父亲吧，他情况很差，快不行了。什么？病人情况怎么突然恶化成这样？他之前肝硬化已经稳定了呀。看他这样子，像是呼吸不畅引起的缺氧，叫内科的医生来吧，我们普外科不负责这一块啊。大爷，振作点，可千万不能睡啊！病人情况不妙，随时有生命危险。主任呢？还不快请主任过来！主任这会儿在手术室，还没结束啊！人命关天，这下完了！爸，你别丢下我，求你了，醒醒吧，爸，你别吓唬我！完了，这个事儿处理不好，只怕会有更多不满，到时候我们还能调到其他科室吗？让一下啊！昏厥，呼吸困难，血液回流受阻。我知道了。立刻准备注射器和消毒用品，我现在要用。患者的症状是心包填塞的表现，这种病的病因往往是积液堆积，导致心包内压力升高，压迫心脏使其舒张受限，晚了很有可能会死亡。现在需要立刻对患者进行穿刺，再拖下去，他会被积液深深憋死。快！他居然掌握了心包穿刺术，这可是外科最难的有创手术。这个手术不能有半分差池，否则会刺破心脏，危及生命，风险极大。可这小江医生从容不迫，手法成熟稳健，竟然真的做到了。哎呀，舒服了，差点憋死。手术成功了，病人明明已经陷入昏厥，现在竟然真的好了。你一个小实习生，手术刀都没怎么摸过，竟然能把穿刺做得这么完美，这可是被业内视为最高难度的心包穿刺术啊！真是可惜了呀，小江，想不到你的医术这么好，可现在科室快散伙了，你这种难得的人才也未必能得重用。别担心我，我有准备。可算找到你了，江医生。汪主任那边来电话说，有个患者需要进行手术，喊你过去帮忙呢。我进医院没多久，还是新人，理应是轮不到我主刀的。主任叫我过去，应该就是让我帮忙，学习学习经验。马上来。病房5床的那个孕妇，还有刚做了心包穿刺的大爷，你们等会儿多照看照看。其他人情况暂时还行，万一有什么紧急情况，随时联系我。找不到就给手术室打电话，明白了吗？好，明白了。江医生，这是5床的医嘱，请您签个字。江医生，我的笔。不好意思，习惯了。不好意思，主任，刚刚有个病人情况紧急，稍微花了点时间，让大家都久等了。江成刚，今天这手术你来开刀。汪主任，这不合适吧？江医生资历尚浅，您这么放心让他来主刀，万一出了事，咱们也没办法交代呀。没错，要换成普通的手术也就罢了，这可是业界的急症啊！让个新人主刀，主任这决定也太欠缺考虑了，一旦有差错怎么办？不用再劝我，小江只是开个刀，主刀依旧是我来负责。要是从师傅手底下带出去的人，连开个皮都做不好，恐怕师傅要被人笑掉大牙了。我能理解师傅的用意，可这种不合规矩的培养方式，万一让别人知道了，对师傅的声誉也不好。主任，还是先让小江观摩学习吧，等之后。江成刚，上台。主任您放心，
我一定全力以赴，不足的还请您指正。啊，准备好就开始吧。江成刚是名校出来的高材生，本来还想着多带带他，可现在科室马上要解散了，实在没那么多时间慢慢来。江成刚，我会帮你一起完成开刀，不用担心，按之前我教你的做。明白，主任。江成刚这就下刀了，这也太莽撞了吧！主任安慰他是怕他紧张，影响手术效果。这小子倒好，看都不看，上来就开刀，不会吓傻了吧？这孩子太草率了，这么急着下刀，可千万别气坏神经了，不然就算手术成功了，之后也会有后遗症，问题可就大了。我没看错吧？他竟然一次就做到了，这么完美的切口，这种技术堪比我之前去进修室拜访的那些行业大佬啊！他不过是实习生，第一次拿刀就切得这么好，巧合吗？打针线。打针线。好。天哪！虽然只是开刀，可下刀的位置、力量的掌控以及打针线的手法，都称得上教科书级别。江成刚的操作，哪怕我拼尽全力，也未必能达到这种水准。不是未必，是肯定达不到。烦不烦？走开！主任，这个刀开得真不错。小江，你这手法是你们大学里的沈乾教授教的吗？啊，我没看错吧？主任竟然这么温和。之前我们这一批刚来的时候，哪个没被他臭骂过呀？他今天居然夸江成刚了。江主任也知道沈教授，看来我猜的没错，怪不得你的技术这般精妙，原来是师承陈教授。早些年我去进修时，有幸在现场观摩过沈乾教授的开腹手术。当年沈教授只下了一刀，就让我叹为观止，不得不服啊。算是吧。好，小江，你接着做，我就在这给你打下手啊！今天我就彻底摸个清楚，江成刚的天赋到底如何？什么情况？手术进展好好的，怎么突然生命垂危了？患者心率45次每分，血压65和45毫米汞柱。就算是进行全麻手术的病人，也不该有这么危险的生命体征。难道是刚刚开刀损伤了内脏，这才导致心率和血压双重下降吗？否则还怎么解释现在的情况呢？这也说不通，连患者的腹膜都没动，也伤不到内脏。我记得我刚开始下刀前，你是不是擅自改了麻醉剂量？我怕时间太长，患者会醒，就加了剂量。你加了多少？你下的这些麻醉和镇痛剂的量，都能做一场复杂手术了。但我们今天这场手术，不过是个简单的剖腹而已。还是说，你觉得这场手术太复杂，汪主任无法胜任？你认为一定会有意想不到的问题出现，所以擅自下了药剂，从而导致患者醒不过来。我哪能猜得到这江成刚真会做开腹手术啊？还做得这么完美，连出血量都被他精准把控了。我以为一定会出岔子，搞得血肉模糊呢。不好意思啊，我现在就调整用量。还好江成刚提醒了我，否则就惹大麻烦了。哎，不对啊，他明明是个新来的实习医生啊，竟然还精通麻醉这方面的知识，也太不可思议了吧！穿越前，我可是在省排名第1的3甲医院工作，在我们那儿不但学历、技术和科研都要过关，甚至内外妇儿每一科都得手到擒来，麻醉这方面也是不在话下。凭借我所掌握的临床经验，在这个年代简直就是碾压式的胜利啊！哎，生命体征恢复了。这是怎么了？不继续了吗？小江，你这不是进行得很顺利吗？怎么突然不做了？汪主任，我在咱们医院资质尚浅，剖腹探查这种手术，理论上来说还不能全程主刀。嗨，医院这种规矩森严的地方，就算我技术再高超，也要按流程来。我现在明面上还只是一个来了几个月的实习医生，普通小手术还可以，剖腹探查这种，哪怕我完成了，也会被人嚼舌根的。凡事都考虑清楚再做，按规矩来，不能因为眼下一时兴起，毁了大好前途。小江啊，你说的对，你这手术做的手法太过完美，我都看入迷了，下意识以为你是主任级别的，都忘了你才来医院没多长时间。小江啊，等今天这场手术结束，我就去找医院领导，让他们给你的级别升上来。啊，谢谢主任。江成刚这年轻人，平时看着像维尼，没心没肺的，谁成想工作起来这么靠谱，行云流水，毫无半点纰漏，简直就是人才中的人才啊！主任，我来给您打下手。我让你说话了吗？手术拉钩给我，还有纱布。下面开始腹腔探查，密切关注患者的情况。一旦有情况，就把平衡液的速度提上去。好。
太省心了，我甚至还没来得及吩咐，小江就把接下来要做的事都安排好了。想不到有生之年，我竟然还能完成这么顺的手术。这要是明年省里再开研讨会，有了今天这场手术的经历，我想博得好成绩都难呐。准备好器械，现在开始长年连松解术，估计5分钟后缝合。这么快就到缝合了？手术才做了多长时间？1个小时都不到啊，这就要缝合了？上一场剖腹探查手术明明做了3个小时啊，这场简直快得不敢想象。本来还想着今天会忙到凌晨呢，这下好了，这么早就做完了。谁说不是呢？咱们今天终于不用加班了，我回去可要好好休息休息。我没看错吧？本来想着江成高搞不定的话，我就能顶替他回到医助的位置，结果眨个眼的功夫手术就完了，太夸张了吧？之前每次做剖腹探查的时候都要好几个小时，今天竟然这么快，5分钟后就缝合，怎么可能啊？主任，确定没问题了？要不再复盘一遍吧，别漏了。你这是质疑我？你呀你，哪方面都挺不错，品行也靠得住，就唯独手术本事差了点，技术实在不怎么样。都是拉钩，你跟小江比起来啊，差得太远了。行了，放一根引流管，安排冲洗工作，缝合这事儿小江来做。你过来。不服气，还是质疑我安排不妥当？我不是。不说别的，但就开腹这块，你说说小江做的跟之前哪儿不一样？不一样。关键就在位置啊。原来小江选的是左腹直接切口啊。咱们以前为了保证手术过程不受阻，一直做的都是正中切口。没错，这就意味着小江早就摸准了病人是左侧更左，挑左侧下刀，可以给后面省不少麻烦。这要是小江的资质允许他做全程，这场手术交给他来，他会比我更完美，每一刀都挑不出半点错。强生啊，今后你要多和小江学习，他的潜力远超众人。我没猜错的话，他甚至能带领咱们外科在医院里彻底改头换面。主任，这太离谱了吧？谁知道呢？从江成刚拿起手术刀的那刻起，我就明白是时候把舞台交给你们年轻人了。手术继续进行，我有事先走了。主任说的没错，江成刚做的确实是左侧开口。怎么了，张老师？有什么问题吗？江成刚，你还在啊？这个病人是我在咱们医院接手的第一个，我还是多等一会儿，等他醒了再走。你可真细致啊！今天这场手术是我从医以来接触过的最高效的一场了，又快又精准，甚至咱们主任都放心的先走了。咱们当医生的，再怎么细致都不算多。张老师，我刚刚看你一直在观察切口，是不是做的哪里不对？小江，对不住啊。最开始我不该怀疑你，我就是有个事儿怎么都琢磨不透，你是如何一下就搞清楚病人的患病部位在哪儿的呢？你说这个呀？你看，把病人的病史和检查结果串起来，再观察报告上的位置，很简单就能下结论了。哎呦，这可不简单啊！只是看看病人的体征就可以推断出病灶，得积累多少临床经验才做得到啊？在这个行业里，诊断水平最顶尖的向来是内科医生，可江成刚一个外科医生，这么短的时间就能将知识融会贯通，一般人实在比不上。小江，还是你有本事，手术不但高效，还有质量。张老师，今天这种情况也不是非要开个大口子才能治疗，我知道一种方法可以将时间缩得更短，还不会影响效果。什么方法？用腔镜技术就行。小江，这事儿还是别在科里提了，特别是不能在主任的跟前提。汪主任不同意。难不成科里有什么我不知道的过往？按理说，腹腔镜这门技术在现在这个时代虽然出现没多久，但也不应该这么排斥啊。一个是传统开大刀，一个是微创，这分明是技术变革的新旧之争。也不能这么说，其实吧，这事儿……难道汪主任曾经给患者做过腹腔微创？是啊，最后搞砸了。我那时候要是拦着主任不去做就好了，也不至于让他趟这趟浑水搞成现在这样。你想啊，这么昂贵的仪器，整个医院都等着看看结果，哪成想出了岔子，不但挨处分，更被人借题发挥，要解散咱们科。你不知道咱们主任被人嚼了多少舌根，
他们都质疑主任，说他买设备吃回扣，根本不管病人死活，不配领导咱们科。可事实根本不是这样。为了做好那场手术，主任连着几天都没合眼，一直练习，就为了把技术推出去。可不知怎的，手术才开始，患者就没了心跳，怎么都救不回来。只有活到这个年代，才明白当初技术革新的推进有多艰难。我身为一个吃过红利的人，必然是清楚腔镜技术的好处，哪怕是为了我自己，也必须让这门技术应用起来。张老师啊，咱们买的那批腔镜器材现在在哪儿放着？还能在哪儿啊？钱都花了，人家设备商也不给退，只能扔在咱们仓库里落灰呗。太好了，省大钱了呀！本来我还想着怎么才能搞到腹腔镜设备，这下行了，直接给我省几十万都不止。病人醒了啊，醒了，醒了。张老师，今天我值班，患者我送回房，你没事回去歇着吧。行，那你多费费歇。哎，老张啊，你在啊？今天也有手术啊？小手术而已。哎，老张又谦虚上了。咱们院里能自己主刀的人就那几个，老张你在我这儿绝对是能排得上号的。哎呀，郑武，别以为我不知道你打什么算盘，没门儿！只要普外科不解散，我永远是普外科的人。哎呀，老张，我可没这意思。哎，我们主任今天刚做了台特别厉害的手术，要不要去观摩观摩？啊，能有多厉害？难不成是被称为癌症之王的胆囊癌根治术？这个手术就算是普外科手术天花板的移12指肠切除术，也未必能比它复杂多少。哎，咱们业内最顶尖的手术之一，老张，这你都不感兴趣吗？哎呀，来吧，过了这村可没这店了，没准将来你来肝胆外科也能用得上呢。咱们外科一生毕生的追求你都不要了。哎，走。这人不简单啊，看上去挺热情，实际上目标只有张强胜一个人，当着我这个旁人就明目张胆挖墙脚，也太肆无忌惮了。他要么是故意挑衅，要么就是压根没把张强胜当回事，绝对有别的意图。这装什么装？真以为自己多厉害？要不是我们肝胆外科刚成立，人员实在欠缺，我才懒得亲自来拉拢他张强胜这种货色。来医院这么多年，到现在都没自己做过4级手术，说他是垃圾都抬举他了。哼，可笑！你们普外科那个低级腹腔镜手术能有什么技术含量？根本不值一提，哪儿比得上我们的胆囊癌根治术？等我把这门技术学到手，肝胆外科副主任的位子还不是手拿把掐啊！老张，快来，就在这里面啊！出来了。哎，这不是胆囊癌根治术的病人呐！急什么？绝对万无一失啊！主刀的主任可是高价挖来的，听说厉害的。就是，媒体和医院的人都在外面候着呢，准保能行。胆囊癌根治术而已，应该很简单啊。就算肿瘤跟周围器官粘连的多，也不至于这么久啊。整整1天也该结束了，还找了媒体的记者来等着报道。就知道今天的患者必定年轻且症状不严重，这种送分的病例都搞不定。这个年代的技术真是落后啊！慢点就慢点吧，顺利结束就行。主任，您没去休息吗？小江回来了，小江刚送病人回房。有相中的就拿啊，不用客气，都拿走也行。那我恭敬不如从命了。这都是我淘好久才买到的树，大部分都绝版了，花钱都找不着。你小子，我怎么感觉我亏了呢？也罢，我都这把年纪了，精力有限，比不上你们年轻人。强生他人呢？怎么还没回来？
总不能告诉主任张强胜跟郑武去学习了吧？主任听了心里肯定要别扭，毕竟张强胜可是跟他最长时间的徒弟，私下去其他人那儿观摩，被人知道怕是要嚼舌根的。张老师今天一直在忙，我看他状态不佳，就让他回去了。这样啊。小强这反应不正常，张强胜必定还在医院里。这小子以为我看不出呢，以前哪怕事情再多，手术结束时间再晚，张强胜都一定会先来找我说一声才走。结果今天就一个胆囊癌根治手术，就让他流连忘返。唉，小蒋，问你个事儿，要是咱们科真散了，你有什么打算？主任，我还没考虑过这个问题。咱们科就很好，大家都很关照我。可是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今天我破例让你开刀，就是担心你将来到了其他科，因为没拿过刀被人瞧不起。就目前来说，你很有潜力，完全超出了我的预期。以后你要是考虑好了，可以跟我说，我帮你向领导申请。如果你想去其他医院，我也能找找关系，送你去省医院进修。别看我是个不中用的老头子，其实还是能说上几句话的。主任，没关系，不用往心里去，你慢慢考虑，不着急。毕竟离3家创审还有一段时间，咱们科还能挺一阵子。主任，如果说我有主意能让咱们科不解散呢？是吗？小江，你再说一遍。主任，咱们科不会散，大家都不用走。现在这种情况，你可别跟我开玩笑。我是认真的。评审而已，都是小事。想当初我为了搞清楚评审的门道，就连90年代最原始一版的评审规则都研究得透透的，没什么难度。所以对我来说，这个关系到普外课所有人去留的评审，只是一场注定不会失败的游戏而已。此话当真？小江，你快给我说说。主任，您可知就目前的情况来看，创审规则中最关键的2点是哪个吗？你说。一是独立进行4级手术的数量，2是新技术的数量。这2点目前极为重要。单就第一点来说，这种级别的手术大多看缘分，风险系数高，无法保证数量。这一点主任您也知道。你是说咱们要靠新技术？没错，就拿他们肝胆科的胆囊癌根治手术来说，如果我们能在这几个月里把新技术做够做实，咱们的创审积分就不用愁了，也就不用解散了。我记得这次创审是积分制，在未来这个行业会对全国医院按积分排名，排名越靠前，能拿到的资源也越多，关注度也越高。等到那一天，哪怕你自己不愿意干，领导都会主动跑过来求着我们继续做。想法是不错，可新技术哪是那么容易就能推行的？我也想推行新技术啊。他们今天那个胆囊癌根治术，看似风光，实际上还不是私下请了外地专家来帮忙盯着的。这种事儿糊弄糊弄医院领导还能行，真拿到台面上给评审专家看，全是漏洞啊！主任，4级手术数量这一点肯定是达不到了，倒也不是绝对，主要时间不够。这小子倒是很自信，可那些手术不光时间不够，就连技术层面也未必达标啊。有些技术，哪怕是行业大咖的高手，都尚未突破。我不过是个市级医院的主任，自己几斤几两还是清楚的，跟人家比简直天差地别。其实那些手术并不难，我就能完成，并且绝不会有问题。但这种事也不能只看主刀一个人，其中助手、麻醉也很关键，必须得跟上主刀的节奏。目前来说，还没有能跟我打好配合的助手，以防万一，先不考虑碰那些复杂的手术。主任，腹腔镜手术呢？您看如何？腹腔镜？原来你说的出路竟然是腹腔镜手术。论新技术的破局能力来说，这个手术的确很合适，但腹腔镜风险实在太大了，弄不好会比4级手术还麻烦。小江，干咱们这行的跟其他职业比不了，咱们一旦失败就无法挽回。要是因为个人目的就强行进行，那无疑是拿患者性命开玩笑。主任，
技术在发展，我们做医生的没有别的目的，只是希望能帮患者早日摆脱病痛折磨。您所说的风险，我保证不会发生。你担保我就真的能放心了吗？说到底，你也只是个新人，可为什么会有这么强大的气场，让我好像站在行业大咖面前一样，反驳的话都说不出啊！来人，来人，有没有医生啊？来人，救我吧！有没有医生啊？来人，走。医生，诗诗怎么了？医生，拜托你们帮帮我爸爸，他快坚持不住了。这是，主任，是切口扇。这个扇口怎么这样？这切口扇大得夸张，也就是表皮还被线禁锢着，里面估计都坏完了。要想治疗，只能手术。这个手术的技术含量不比司机少，要不给病人做开腹修补。主任，有点不对劲。怎么？患者疼得太夸张，普通切口扇的疼痛程度不至于此，简单绑个腹带就可以解决。可这个患者全身冰凉，我怀疑是切口扇导致的肠梗阻。什么？肠梗阻？医生，拜托你们想想办法，急诊让我来找你们，说你们能救我爸。急诊来让你找我们？谁跟他讲的？王主任，今天急诊值班的是关良医生，他那边诊断说患者病情太急，怕时间不够影响治疗，就让我带患者来你们这儿了。胃肠外科的关良，我就知道这关良没安好心，平时遇到这种胃肠外科的病例，巴不得全揽他们科室里去，哪轮得到送到我们普外科来给病人治疗？今天倒是个好心，主动让人把患者送上门，根本就是看出了这个患者情况太棘手，他们怕担风险，不愿意接受，又不好直接拒绝，就拿我们普外科当挡箭牌，居心叵测。主任，他们能当甩手掌柜，干这种没底线的事，咱们普外科绝不能像他们这么没良心。我知道，先带病人去急救室，时刻关注生命体征，确保无误。快走！哎呀，好疼啊！患者心率129次每分，呼吸频率29次每分，氧饱和度91%，血压82/45毫米汞柱。护士，病人验血结果呢？有没有感染？各项检测报告一起带过来没有？成，我还问了，这关良为了赶紧把患者塞过来，最基础的检查都没给患者安排，着急忙慌就把人送来。现在立刻带患者去做检查，所有血液相关的一个都不能少。对了，病人大概率要做手术，赶紧做血型和交叉配血，优先送去输血科。好。不管其他人怎么不守医德，拿患者性命开玩笑，我都不会放弃。毕竟，这不只是一条鲜活的生命，也是一个难得的好机会。立刻安排腹腔镜手术。小江，你确定要做？这可是急诊情况下的腹腔镜手术啊！是的，主任。风险太大。目前的腹腔镜技术本来就不够完善，就算是省医院做，也会优先挑有把握的患者来。可我们这个病人情况特殊，常规开腹都未必能成功啊，更不用说这种风险未卜的腹腔镜手术。要不还是再观察一下，等患者稳定些再安排手术。主任，等不了了，病人的情况已经导致肠梗阻，再恶化下去引起感染，就彻底完了。主任啊，行，小蒋，你安抚好患者，准备手术，我去和他们家属沟通。要不我去跟家属说吧，今天本来就我值班。没事儿，我是咱们科的主任，手术也是我拍板决定的，无论结果如何，我来担。你照顾好病人，做好术前工作，剩下的交给我，你不用担心。那等会儿要用的腹腔镜设备怎么办？放心，我去解决。你做好术前工作，其他的等我通知。好。有病吧？大半夜的下了班还打一顿休息。喂，哪位？哦，汪主任啊，大半夜的不睡觉，有何贵干？深更半夜的，汪靖康竟然想拿设备，那可是领导千叮咛万嘱咐的腹腔镜设备，这老家伙成天都在寻思啥呀？一把年纪了，安安生生等着退休得了，折腾个什么劲儿？再说了，
他自己不清楚领导为什么不让动用那台设备吗？汪主任啊，事情我已经了解了，只不过想用这贵重仪器，光我同意不算，还得院长答应才成。这会儿都半夜了，你要的这么急，我得花时间来准备。你看，要不等我通知？自打我当上科长，还没人敢这么对我。老不死的，竟敢直接挂我电话！好，走着瞧，着急是吧？我急死你！喂，林院长，实在对不住，这会找您，有个急事儿跟您汇报汇报。这个陆晨，成天就知道说点场面话，靠谱的事他是一件不干。性命交关的事他还敢让我等到他通知我，早就来不及了。什么狗屁规定！我现在就去设备课把东西拿回来。反正普外科要解散，我也到退休年纪了，我不信还有比这更糟糕的。什么情况啊？这都过去多长时间了，还不回来？难不成送过去的病号又给我推回来了？今天普外科值班的是谁？好像是个新人。今天摊上这种事儿，算他命不好。哼！怎么样，人送过去了吧？以后这种麻烦事别找我，我可懒得管了。为啥？他们的人说你了？你想多了。我们一到那儿，人家就围着患者忙开了，安排术前检查，根本没人有空跟我说话，这才磨蹭到现在。这么回事啊！等一下，你再说一遍，他们做术前检查？不是你说的吗？整个医院就他们可以做这个手术。这刚才还挺痛快，这会儿又改主意，以后跟他搭班可得注意点，别被他坑了。这种程度的切口疝和肠梗阻，江成刚那傻子竟真安排患者去做手术了，这摆明了就根本不可能成功啊！不行，万一手术失败，病人没挺过来，家属咬定是我让他们去普外科，我不就完了吗？完了！这事要是让其他人知道，我在医院可就彻底没法混了。忘了跟你说了，普外科汪主任也在。我走那会儿，好像听他们说要给患者做那个叫什么来着？对，腹腔镜手术。这下彻底没救了。要是说开大刀成功是天方夜谭，那这腹腔镜手术简直就是把患者送到鬼门关了。不能再等了，必须拦住他们，再不济也得去跟家属把话说清楚，千万不能为了这个砸了我的饭碗。哼！还没做完吗？问了好几次都说快了，结果等了整整一天，干嘛不提前说清楚？害得我们着急忙慌来这儿干的。不好意思啊，记者同志，我们这就叫人再去看看。主要是这场手术难度太大了，怎么说都是新技术的应用，必然是要花一些时间去攻克的。按理来说，这场手术不该这么长时间都拿不下。肝胆外科那帮人可是打了包票说不会出错的，我们就是因为这个才联系媒体让他们过来报道的呀。是啊，谁说不是呢？本来下午就该出来，结果拖到现在，都半夜了还没结束，难道出事了？你看那人慌慌张张的，什么情况这是？还能有啥？肯定是里面出事儿了。不能吧？可千万别啊！真要失败了，大家今晚都别想睡踏实啊！我操！搞什么？这儿怎么站这么多人？连媒体记者都在。关良，你不好好值班，来这儿凑什么热闹？苏主任，您在这儿啊？我来没别的，就是想跟您说个事儿。赶紧说。关良，你这事儿办的的确不对啊！下次注意，类似的情况不要再发生。关良啊，你这人怎么这么笨呢？他江城就是个新来的，哪来的本事给患者做手术？谁给他的胆子？可是主任，据说汪靖康今天也在呀。还没想通，只要汪主任在，就绝对不会让那个江成刚去安排病人手术。自打上次出事之后，汪靖康变得特别小心，这种风险程度的手术他根本不可能点头答应的。依我看，他们这会儿肯定在跟患者家属沟通，让家属签字放弃手术，省得病人白遭罪。是啊，我怎么没想到呢？一个新来的哪儿可能有本事？对呀，还是那种程度的手术啊！来了！这个病人看着情况很严重啊，全身插满管子，大半夜的，看来是要急症手术了。你们看，患者的肚子大得离谱啊！
难道是肝癌导致的腹水吗？应该不是，要是腹水的话，患者只会大肚子，其他地方必定骨瘦如柴。可这个人体重没问题，还插着胃管，应该是胃肠道方面的问题。患者要做急症手术，无关人员请立刻让开。这人哪个科的？气场这么强，这场手术难道是他主刀？太年轻了吧！主任，您看见了吗？这人就是那个江成刚，普外科新来的，他已经带着病人进去做手术了。你刚刚还说他没胆子这么做。这个汪靖康想什么呢？竟然同意新人瞎折腾，除了岔子谁来担责？主任，听护士说，这手术是汪靖康点头允许的，而且他们准备做的是腹腔镜探查，不开大刀。什么？汪靖康还有胆子做这种手术？他真不怕患者再出意外？好在之前那场事故，普外科的势头才没那么猛了，要不然今天肝胆科做的这个胆囊癌根治术，估计早就成他们普外科的囊中之物了。哎，主任，那是汪主任，他手里推的什么设备？屏幕这么大，像电视。腹腔镜成像系统？不可能啊，怎么会在这儿？腹腔镜是新技术吗？算是吧，你别问了，就是个新设备而已。奇怪，这个设备早就被院里锁起来了，汪主任是怎么拿出来的？你的意思是，刚刚那名医生推进去的患者要做的也是新手术？快！汪主任，拜托你，一定要让我父亲醒过来。别担心，我向你保证，必定拼尽全力给你父亲治疗。谢谢汪主任。你在这等着，有进展会通知。我看错了吗？感觉汪靖康今天有点不一样啊。主任，患者估计已经开始手术了，现在咋办呢？哎呀，关良，我劝你还是想清楚，现在最好别去找患者家属说这个，否则容易挨揍。你就祈祷吧，希望这场手术能成，否则真出了问题，谁也兜不住。哎呦，主任，你看能成吗？这谁能猜到？没准能成呢。今天这事儿已经把咱们都架在这儿了，除了祈祷什么都做不了。哎呀，我真是活该，非要碰瓷他们普外科，给我自己玩进去了，真是造孽呀！你是啊？我是普外科江成刚，今天有劳各位老师了。这场手术是急诊下腹腔镜探查术，汪主任他马上就到。手术过程中要给患者建立气腹，麻烦您多盯着点病人的呼吸机参数和动脉血气分析。又是腹腔镜，怪不得汪主任点名要我到场，原来是这事儿。之前那场腹腔镜手术出意外，在场所有人全都挨了处分，谁成想今天竟然又是这种。也罢，谁怕谁？来，设备到了，让一下。哈，小乐，你来的挺早啊。嗨，汪主任，又是您。江成刚，我特意吩咐手术室的人找了全院最好的麻醉医生过来，剩下的可就看咱们的了。主任，您放心。放心？这怎么让人放心啊？我没记错的话，这才只是院里第2次做腹腔镜手术吧？第1次搞砸成那种地步，他们2个竟然还聊得下去天儿。汪主任，患者麻醉已经好了，准备好可以手术。有了啦。陆哥，等会儿给病人做气腹，麻烦将呼吸机调成压控模式，频率也尽量调快一些。你这是在质疑我的技术吗？你误会了。通常来说，做气腹用的是二氧化碳气体，这种气体在腹膜内会导致人体二氧化碳含量提高，从而引起短暂的高碳酸血症。然而气腹会把病人的腹腔撑起来，压力一大，病人的膈肌也会随之上移，挤压肺部，容易导致气道压力过高。因此一般情况下，在麻醉时调整呼吸机参数，选压力模式会更安全，能有效避免病人的脏腑受气压伤。而要说起为何调快呼吸频率，是为了让肺部交换气体更迅速，将身体里多余的二氧化碳尽快排出，缓解病人高碳酸血症的病症。我没听错吧？他说的是麻醉的专业知识吧？他一个外科医生竟然比我还懂。今天的手术肯定成。江成刚，您这么一说，我一下就明白了。这种透彻的讲解，我去省医院进修的时候都没听到过，太厉害了。江医生，那患者的呼吸参数该怎么设置？
陆廷可是咱们院里麻醉方面的骨干呢，专业知识和职业经验丝毫不逊色于主任级别的。真是想不到，这会儿竟然这么谦逊的向江成刚请教。啊，这个不难，先参考患者的身高体重，得出潮气量，再依据肺保护性通气的要求，调整呼吸压力和呼吸胃正压，就可以看着动脉血气分析的结果改善呼吸频率了。原来是这样，懂了。小江，仪器调整好了，开始手术吧。好，主任。主任，江医生，你们二位站反地儿了吧？其实没站错，腹腔镜手术的站位跟传统手术不一样。啊，不好意思，原来这样，我第一次参加腹腔镜手术，不太清楚。小江，你看，主任，我来帮你扶镜子吧。我明白主任的意思，只是目前我的资质还没调整，理应不能主刀。况且对于腹腔镜手术来说，扶镜子这一步也很重要。好，那你来吧。这破权限真碍事儿，等今天手术一结束，我立马就去找院领导调整权限，哪怕领导不同意，我也必须让他给江成刚的权限调到4级。主任，患者的术前消毒准备已经完成。好，开始建立气腹。这手法也太原始了，不过考虑到现在技术的程度，也没什么好意外的。主任到底是去进修过腹腔镜手术的人，不论开刀还是游离都非常专业。真的？虽然我腔镜手术做得少，不过之前也是私下用替代品练了好长时间的。来，气腹针。主任，我试试吧。哦，行。还挺顺手的。江成刚这刀可真刁钻呐，这角度和深度分寸拿捏稍有差池，就是一场医疗事故啊！穿刺顺利完成。准备呼吸机进行加压，开始进行气腹。哦，呵，陆哥，准备抽动脉血，根据二氧化碳情况做血气分析。收到。别忙探，保持冷静，用你的食指和无名指卡死穿刺点两端，把皮绷紧，定位在掌横纹近心端1厘米，45度，送入半公分。行，明白了。回血了，江医生，幸好有你在。我的天哪，江医生你真的太厉害了！动脉血管亲手摸都未必能摸到，你只用看就能判断出正确的位置，简直像是自带了一台活体超声啊！操作、诊断、麻醉都已经是顶尖，没想到连血管解剖都精准到这个程度。小江这本事实在深不见底呀！哪有那么多匪夷所思啊？他们想太多了，这不过是解剖结构和血流动力学在皮肤表面的投射罢了。若非无菌限制，这种级别的穿刺，也就是肌肉记忆般的瞬间反应罢了。啊，江医生，你判断的非常准确，病人确实是高碳酸血症啊，那就行。陆哥，没什么问题的话，就按原定参数切换压控通气吧。行，我立刻做。哎，小江，要打5个孔？不用，3个孔就足够了。听你的，那就打3个孔。这无孔法我都需要全力以赴，他竟然要缩减至3孔，这份举重若轻的掌控力实在惊人。看他气定神闲，再加上之前游刃有余的操作，今天这手术恐怕还远未到他的极限。这般年纪，这等能力，让人不服老的不行啊！主任，观察孔、操作孔建立完毕，可以下镜子了。好。被他这么一做，这手术看着好像挺简单的。啊？视野真清晰。原来腹腔镜是这么做的，真神奇啊！这延迟和噪点太差了。主任啊，我看病人肠壁粘连严重，可是肠管红润，血运良好，不用切除，行粘连松解术即可。没问题。好。主任，关注肠系膜上缘有炎性水肿，游离时避开下方的动静脉交通支。好。主任，现在进行小肠分离，动作幅度收一点，采用钝性推波，避免钳子间行撑剪切力，划伤肠壁导致车祸。好的。
这到底谁是主刀，谁是一柱啊？江医生的能力太强了，我们压根没搞清当前结构，他就已经预判下一个风险点了，根本不用反复确认，连回头都不用了。没错，有江医生坐镇，心里就特别有底气。这种感觉前所未有，我几乎不用考虑下一步该看哪里，镜头就被提前调整到最完美的角度，像是一位绝世高手握着我的手引导我完成每一个精妙的动作，简直行云流水啊！主任，手术结束了。什么？这么快就结束了吗？主任，还有个事儿。怎么了？还有步骤没完成？结束了。这台让我如临大敌的手术就这么结束了，病人的性命保住了，梗阻也治好了。我明明应该高兴啊，可这种莫名其妙的空虚感是怎么回事啊？好像还很意犹未尽。主任，肠梗阻的危机已经解除，这会儿麻醉还在有效期，你看要不我们顺手把那个切口疝补上吧？哦对，光顾着处理患者的急症了，把这茬给忘了。修补这么大的切口疝，难度系数比刚才还高，哪怕是平时我都得打起12分精神才行。可刚刚才做完腹腔镜手术，我的状态已经严重下滑，况且用腹腔镜器械就意味着失去触觉反馈，就算有江成刚在这里坐镇，我这双手恐怕也未必能胜任。汪主任，疝气修补可是2级手术？没错，这种2级手术以江医生目前的授权是能够独立主刀的。小江，你该不会从一开始就已经想到这一步了吧？原来如此，来，小江，你来主刀，我给你扶镜子。这反了吧？江医生主刀，汪主任扶镜子。我没记错的话，全院能做腹腔镜手术的只有汪主任一个人吧？江医生他真的可以吗？汪主任调整镜头位置。奇怪了，我手稳得很，动都没动，镜头怎么会偏呢？准备游离疝囊，主任视野稳住。我明白了，为什么我明明没动，但镜子角度却不对了？是江成刚的动作实在太过迅速。刚开始我还能勉强跟得上，可自从碰到那个巨大的疝囊之后，江成刚的分离锏转动速度快如惊雷，我没看错的话都出现了残影。没想到光是跟上他的节奏，体力就消耗这么大，我这老头子快撑不住了。游离结束，准备疝内容物，回纳腹腔。主任，你没事吧？没事。主任，扶镜子的确很耗神，您要不要在下面休息一下，缓一会儿？我有没有事儿，你心里没数吗？这种操作速度，谁吃得消啊？不用管我，你们继续。好，也快结束了。他的速度是不是放慢了呀？难道他在顾及我的体力？我这把老骨头到底是被嫌弃了呀？算了，无妨，嫌弃就嫌弃吧。我们普外科有希望了。汪主任，手术是不是快结束了？准备后续工作。效率真高啊！巡回准备 E-PTFE 补片，陆哥，预计5分钟后结束，有劳调整一下麻醉用量。江医生，你说的 PTFE 补片是什么呢？硼化聚4氟乙烯补片，咱们这儿没有。小江，院里目前只有聚丙烯补片，你说的那个是新东西，咱们这儿没引进。行吧，差点忘了，现在是90年代。那就聚丙烯的吧。温盐水冲洗腹腔，负压吸引，最后复盘有无活动性出血。江医生，你这技术简直神了，这修补的痕迹跟患者从来没得过切口疝一样。这不是普通的手术啊，这可是咱们医院首例腹腔镜复合手术，这么完美的案例就该写到院史里。我之前还担心普外科解散之后，江成刚到了其他地方会被人瞧不起呢，哪知道他大刀精湛，理论、经验、操作个个都是强项。而今现在，他更是顶住了压力，在患者性命垂危之际，完成了这台几乎不可能成功的手术——腹腔镜探查、肠粘连松解、疝囊回纳、切口疝修补，一气呵成，堪比里程碑式的示范。小江，我猜的没错的话，明天院长例会上，普外科和江成刚这3个字，注定要掀起风浪了。
他这份能力和魄力，以及这种临危不乱的心态，整个医院里从上到下都未必有人能比得上。现在到底什么情况啊？这个胆囊癌根治术不是说好了下午就该收尾的？这都几点了，怎么还没好啊？嘘，快别提了，主任正因为这事儿生气呢。隔壁搞什么名堂？吵成这样还怎么做手术？计划全被打乱了。明明上次检查还局限在胆囊的肿瘤，现在竟然大范围扩散。不光是胆囊，就连淋巴和肝脏这种地方都无一例外全被病变感染。要不是因为病变得太严重，手术早结束了。好在患者的胰腺还没发现感染，否则以我的临床经验，根本就完不成这个以12指肠切除术。宋主任，是普外科那边，听说刚完成一场急诊手术，现在手术完成，安排患者下台了。普外的急诊，他们能有什么难度啊？估计就是切个阑尾罢了，没见过世面的东西。真是够可怜的。现在胆囊以上的患者都归我们肝胆外科来管，哪怕是最简单的疝气修补都分给了胃肠外科，更不用说肠梗阻、左半结肠切除术、胃大部切除这种复杂手术。他们普外科也就那个王景康，剩下的谁能应付得来？等他们血管肛肠科建起来，不用想都知道，这以后啊，怕是连割痔疮都没有普外插手的份儿。普外科这帮人做个2级手术就高兴成这样，怕是没见过咱们这种4级手术吧？这要是让他们来做，万一做成，怕不是要敲锣打鼓了？一群井底之蛙。哎，老张啊，还没想明白，普外这艘破船快沉了，你再不跳船，以后后悔都找不着地方哭。哎，科里的情况我比谁都明白，虽然没他们外人想的这般不堪，也离倒闭不远了。哎，根本反驳不了啊！如今整个科室人心惶惶，都在自谋生路。除了主任，谁还有心思放在手术上？我年纪不大，技术也还在，再不为自己考虑，可就真来不及了。也许现在离开普外，确实是最好的选择。宋主任，我刚去普外那边送东西，他们做的似乎不是阑尾切除术。那他们做的是啥？我没看错的话，病人报告上写的是切口疝外加肠梗阻，汪主任主刀的。汪景康啊，要是他做的话还说得过去，他们普外也就剩下他能撑撑场面了。哎，汪景康那老家伙技术跌得也太夸张了吧，一场疝气修补加肠梗阻就能让手底下的人高兴成这样，被院里的人知道了估计得笑话死。不是的，宋主任，我记得我刚才看见是个没见过的年轻医生。还有，隔壁手术方式很新奇，没给患者开大刀，那个人拿了2根长杆子一样的设备，盯着屏幕在患者肚子里操作。啊？难道是腹腔镜手术？让个年轻医生主刀，汪景康老糊涂了吧？主任，上课要崩开了！搞什么？纱布？会不会做？针线打成这样，糊弄谁呢？重做！明明是你自己打的。汪景康他吃了雄心豹子胆，敢在这种关键点上做腹腔镜手术，他凭什么？拿病人当儿戏？纯属胡闹！会不会是看错了？怎么可能做腹腔镜手术？况且还是腹腔镜下的切口疝修补，外加肠粘连松解，想完成得多高的水平啊！汪主任他自己怕是都拿不下吧？没听护士说吗？不是汪景康做的，是个不认识的年轻医生主刀。听这动静，手术好像还做成了。我可不信，谁听说哪个新来的医生能做这手术的？这操作院里的主任们都未必能做到吧？哎，口说无凭。去瞧瞧。成，我实在太好奇这腹腔镜了。宋主任一言不合就摔东西骂人，如果不是得跟着他学习，我才懒得天天看他脸色过日子。主任，就算普外走了狗屎运，侥幸成功又如何？撑死了也就是打个补丁，送个肠子，花架子一个，哗众取宠。有本事他们普外科用腹腔镜做个4级手术啊，包准当场露馅，都未必能让患者平安下台。郑医生说的有道理。腹腔镜的确是门新技术，可以只适合小手术，充其量当个辅助罢了。想靠2根铁棍子模拟人手做复杂操作，根本天方夜谭。就单单拿阑尾切除来说，主任您出手，半小时就能结束，还能保证病人第2天就下床活动，不用1周就完全康复出院。这种程度，他一个腹腔镜能做到吗？老张，你可别藏着掖着啊！隔壁那个主刀的年轻医生，该不会是汪景康私下从外面找来，
擅长这方面的大佬吧？正武，你快消停会儿吧。普外科现在什么情况，大家心里都清楚。汪主任愁的都睡不着觉，哪可能有时间去请什么大佬来坐镇呢？不是外面请来的，还能是谁呢？普外科的人我几乎都认识，除了汪靖康，谁还能有这本事？不会是江成刚吧？不可能。我在想什么呢？江成刚他才多大，毛头小子而已，能把开腹手术掌握就已经很厉害了，就已经顶天了。可腹腔镜这种东西，但凡临床经验少于10年，想都别想。不对不对，谁？江成刚？该不会是上次跟你一起送患者回去的愣头青吧？哎呀，老张啊老张，我看你也是糊涂了，大佬跟废材都分不清了。江医生，这个单子您看没问题的话，需要签个字。江医生，手术过程中用到的物品都盘点好了，您过目一下。江医生，您要的特殊材料使用记录我放这儿了，您有空看一下呢。用我的吧。江医生，垫我背上写吧，省得一不小心把单子戳破。江医生，没想到你在台上那么厉害，下了台这么腼腆。厉害的男人讲究2头硬，一头是技术，另一个嘛，试过才清楚。这他妈是在干啥？我当了这么多年医生，从来没有过这种待遇。江成刚他不过是个才来2个月的新人，凭什么所有人都围着他转？一场手术的功夫，这些人就彻底混熟了。江医生，推车子这种没技术含量的事交给我们吧，您的手是救人用的。就是江医生，等下还要跟家属沟通呢。患者生命体征已经平稳，江医生，我来照顾就好。你先和汪主任去跟家属报喜吧，估计他们都快心急死了啊！大爷，不用担心，手术特别成功，以后呀不会再肚子疼了。大爷，你先不要动，喉咙里的管子刚拆，局部还有淤肿，等之后恢复了再说。没什么事的话，我就先走。陆哥，患者就交给你了，我跟主任等下过来。咱哥俩谁跟谁啊？以后有机会再搭档，只要你肯信我，安排给我的活绝对万无一失，放心好了。陆哥，陆婷可是医院最早一批的麻醉师，我看见他都得恭恭敬敬喊陆老师，他竟然叫陆哥，而且陆婷还一点没生气，这么高兴接受了。这台手术过程中到底怎么了？能让整个手术室的人都对江成刚佩服成这样？走了。哟，张老师，这么敬业啊？还没忙完回去吗？没呢。老张，你跟我交个底儿，这个姓江的小子到底有什么名堂？哎呦，我也不清楚，他来了没多长时间，平时就是值个班。今天也就是汪主任特意吩咐，否则哪轮得到他上台呀？他撑死就是个打下手的，没道理今天能做2场手术，况且其中1场还是汪主任慎之又深的腹腔镜手术。这小子究竟给主任下什么蛊了，能让主任对他这么纵容？没准儿是他请来的大佬操刀。我没记错的话，江成刚之前是省医大毕业的吧？说不定他真有点人脉呢。怪不得这小子敢这么目中无人，原来是背景够硬啊！林院长、刘科长他们怎么来了？他们来手术室，院长他难道是来给肝胆外科新技术站台的？应该也不是吧。院长身居高位，向来不关心具体业务，不可能因为一场手术深夜亲临现场啊！关良，看看你捅的娄子，连院长都惊动了，我看你怎么收场。我听说今晚有一场用腹腔镜做的急诊手术。林院长果然是冲着腹腔镜来的，汪主任也太莽撞了。腹腔镜设备可是院长命令封存不准动的东西啊，他还敢拿到手术室给患者用？就是，他也不怕出事，万一背上官司，连体面的退休都不行了。王靖康疯了吧？这么大年纪了还敢折腾，老老实实等着退休不行吗？普外科解散，都是板上钉钉的事儿，
就差亲自发通知，非在关键时刻搞幺蛾子，胡闹！这主任当的还是太闲啊！因为一点虚名，规矩都不管了。林院长，汪靖康这都不是第一次了，仗着资历深，无法无天。他这打的是您的脸啊！我跟他说按照流程来等通知，哪知道他压根不听，直接把电话挂了，还强行推走设备，我们实在没拦住。院长，您可一定要为我们主持公道啊！简直胡闹！林院长，我们现在进去阻止还来得及，只要设备还没用，就勒令他们立刻停止，省得造成严重后果，牵连了整个医院。行，不对啊，林院长既然这会儿也来了，要是因为肝胆外那场手术，他不至于拖到现在才出现。难不成他的目标其实是里面那场腹腔镜手术？谁是刘强军的家人？嚯，这么多人啊！你是刘强军的家属吧？手术结束了，来来来。是，这里，我是刘强军的家属。大夫，您别吓我，我怕他情况还好吗？不用怕，手术非常顺利。谢谢，谢谢。孩子，爸没事，都好了啊。爸，孩子，别怕，都过去了。爸现在感觉特别轻松。放心吧，大爷，以后都不会再疼了。回去好好陪着家人享天伦之乐。啊！快起来，快起来！这都是我们医生的职责，您不必如此。不，你们不知道，我实在想不出还能怎么感谢你们。要不是你们，今天可帮我父亲手术，我父亲他可能真的就……实不相瞒，我父亲这个毛病去很多医院查过，都说他目前的状况做不了手术，成功率几乎为零。多亏了你们，是你们救了他的命啊！值了！我之前对腹腔镜手术抱有那么大希望，也因此受了很多质疑。哪怕是被千夫所指，只要能挽回患者性命，拯救他们整个家庭，都值了。快，镜头快跟上，给特写，重点是家属的表情，这可是难得一见的画面。还有医生的反应，一个都别漏。拍了，角度完美，必须上头条。腹腔镜新技术点燃患者生命希望，家属常规谢恩，全是医者大爱。新闻大纲就这么写。今天本来是为了肝胆外科那台手术来，结果拖沓到现在还没消息。看在护士一再挽留的份上，我才耐着性子没走。幸好留下来了呀，要不然啊，就错过这么绝佳的素材了。你好，我是市台记者梁长军，这次来是受院方邀请采访咱们医院腹腔镜新技术的应用。请问病人入院时到底发生了什么，才让你们普外科最终选择腹腔镜手术方案的？完了，剧本不是这么写的呀！说好了来采访肝胆外科的胆囊根治手术，这记者怎么临时变卦盯上了他们普外科的腹腔镜手术？完了，这下彻底乱套了。我记得这电视台的资源是宋主任费尽心思吃了不少闭门羹才帮肝胆外科争取来的呀，目的就是宣传他们的新技术，现在竟然落到我们普外科的头上了。主任，快回答记者呀！咱们普外科的腹腔镜技术就该被所有人知道。经过今晚这一战，腹腔镜再也不是他们口中的歪门邪道，而是实实在在能救人的武器。机会难得呀，过了这村可没这店了，还顾虑什么啊？梁记者你好，我是咱们医院普外科的主任汪靖康。决定采用这种手术方案是，这么复杂的病情，我连开腹都不敢。可他们普外科不但做好，还用的是腹腔镜新技术，并且顺利成功了。而且这场手术真是堪称完美呀！关良，你明天下班了立马来我办公室，你跟我一起去一趟普外科，当面找汪主任道个歉。主任，您这是何意啊？患者已经治好了，没出问题啊。再说了，他们普外科不是马上要解散吗？你怎么就知道普外科一定会解散？是下了正式通知，还是院长亲口告诉你了？等着看吧。经过今天这个事儿，普外科的解散怕是没那么简单了。走。
汪主任，作为这场手术的主刀医生，您在实施高难度操作时，是否感受到压力？嗨，梁记者，你要是问我有没有压力，我肯定回答你，感到压力是必然的。但如果你问的是这场手术的主刀医生，我想啊，只有我身边的江成刚医生才配回答。您的意思是，今天手术的主刀医生是江成刚？没错，是这样。他看着也太年轻了，汪主任竟然还说他主刀，简直信口开河。观众又不傻，谁会信呢？哦，我明白了，这汪建康表面看着一副正人君子，实际上私下也没少算计吧？他这操作不就是想硬推自己人上镜吗？他背后肯定是有高人指点。这么年轻的小医生能有多大本事？看来明天你再来一趟，好好跟拍汪主任的工作日常。梁记者，患者的液体快打完了，时间也不早了，我们得送病人去休息。今天采访就先结束吧。哦，好。以前碰到的年轻医生，哪个不是抓住机会拼命在镜头前表现？这江成刚倒好，平平淡淡的，3言2句就赶我们走，这人倒还怪有意思。那今天的采访就先到这儿吧。梁记者，你看林院长还在那边呢，要不你再采访采访他，把素材凑满，以防过几天院办再喊你们补拍嘛。靠，竟然把医院最大的领导给忘了。江医生，想不到你对采访流程这么了解啊。补拍镜头凑素材，这些媒体人的行内话他竟然知道。江成刚不是医生吗？难不成有亲戚朋友也做媒体这行？医疗系统里有根基，有人跑，媒体宣传这块又有关系。这种实力和背景，估计这江成刚很快就要成为医疗行业的顶尖人物了。啊，这是我们医院的林院长，他这么晚来就是为了监督腹腔镜技术的开展，确保万无一失，全力保障患者的生命安全。林院长，谢谢，谢谢，大半夜亲自赶过来，我爸能在咱们医院接受治疗，这是我们全家修来的福气啊！哦，您言重了，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救死扶伤，医生的本分嘛。等等，我怎么记得我火急火燎赶过来是兴师问罪的呀？我现在不是应该找普外科的麻烦吗？对，没错，腹腔镜技术的成功实行啊，少不了全院上下通力合作。我当初允许普外科做这台手术的初衷啊，就是想让患者得到更高效的治疗。普外科今天打了一场漂亮的硬仗，成绩有目共睹，必须给予充分的赞扬。只不过患者刚经历高强度的手术，需要静养，明天我再去普外科看望大家。院长刚刚不还说普外科无法无天欠收拾吗？怎么转眼就要表彰了？江成刚这小子真滑头，巴结领导的事不想干，让我这个快退休的老头子顶上去。哎，算了，为了普外科，林院长，感谢院领导的支持和鼓励，我们普外科全体人员今后一定在您的带领下不断吸取经验，坚持创新，更好的为老百姓服务。好啊，有汪主任在我就放心了。汪靖康这老倔头怎么也学会这套？汪主任的话在理，打铁还得自身硬。往后不管是技术还是设备上有需要，直接来办公室找我，保证全力以赴支持咱们普外科开展工作。陆科长，我的话记住了吗？今后普外科所有设备需求，你务必第一时间协调，万万不能耽误进度，听清楚了吗？行是什么意思啊？我亲口交代的事儿，你就这态度？我说的还不够明白吗？林院长，不好意思，我保证绝不拖您的进度。什么叫拖我的进度？是不能耽误医院发展的大格局。是。这陆晨今天什么情况？这会儿连个马屁都拍不明白了。来，小心点啊！来，张老师，肝胆外科的手术做得怎么样？一起回去啊？那我就先过去了。一开始要是能听主任的安排，坚持跟在江成刚身边学习，今天这场载入史册的手术也能有我的一份功劳了。老张啊，你咋了？被年轻人将了一军，傻了？不是，对了，我还有事儿，就先走了。走啊？这就打退堂鼓了？一个濒临解散的破科室，那儿配合我们如日中天的肝胆外科相提并论，别被一时的失利冲昏头脑啊！他们就是瞎猫碰上死耗子了。要是正儿八经做个4级手术，保准当场现原形。好你个张强胜，给脸不要脸是吧？
行，我就不信，现在墙倒众人推，你们普外科还能苟延残喘活得下去？等彻底散伙那天，求我收留的，可轮不上你了。各位记者，咱们今天呢就到这儿，谢谢你们啊。林院长，您可不能走啊！林院长，我是肝胆外科的郑武，我们科宋鹏田主任主刀的胆囊癌根治术就快结束了。哦，肝胆外的宋主任，我听说了，是从其他院转过来的吧？不错，人才，继续加油啊！感谢院长肯定。对了，你是谁啊？我叫郑武。行，我先走了，你继续忙吧啊。收工，终于搞定了，咱们赶紧回去剪片子，务必加急。月内就把稿件和视频出来，让台里审审。梁记者，这就走了？我们肝胆的人还没出来呢。采访完了不走干嘛？你们这没出来，跟我有什么关系啊？梁记者，您行行好，就当给我个面子，等会儿再走吧。肝胆手术真的快结束了。白天你们就是这套说辞，现在都晚了几个小时了，还让我们等。我想请问一下，你们嘴里的马上是以小时为单位的吗？可不是嘛，让我们干等了几个小时，一句解释的话没有，到头来还不让走，还要等，这跟耍人玩有什么区别？梁记者，千错万错都是我们的错，但这次采访对我们来说真的很关键。你什么意思啊？道德绑架我？结果呢？等到晚上还没个消息，你们时间宝贵，我们的时间就能随意浪费了？这我不管，反正你答应了，做媒体的总不能言而无信吧？好，非要我等是吧？那你给我个准话，这场手术到底还有多久能结束？几分钟还是几小时？走。别走啊，再等会儿。可算结束了，都怪隔壁普外科嘻嘻哈哈的影响我操作，要不然早就结束了，哪会拖到现在？这会儿外面已经站满人了吧？肯定人声鼎沸，掌声庆祝齐飞，家属感激涕零，还有市台记者严阵以待。好歹这关系也是我费尽心思搞来的，不隆重点怎么着？哼！莽莽撞撞的，被外面阵仗吓傻了吧？什么情况？掌声呢？还有我采访呢？怎么全没了？我还在这儿呢，他们人呢？主任，您这就结束了呀？郑武，现在到底什么情况？怎么一个人都没有？难不成医院里有紧急事件啊？主任，您听我解释，主要是他们普外科半路杀出来，把林院长和您辛辛苦苦找来的记者全截胡了，其他人等咱等的不耐烦了，也就一块儿走了。不可能啊！就因为这个，所有人都走了？哗众取宠的破腹腔镜，凭什么占尽风头？我这场手术可是4级手术，他们懂什么叫4级吗？10几个小时啊，竟然一个人都没有，这帮人脑子有病吧？看不出谁的含金量更高吗？主任，患者引流袋里的颜色有点不太正常。哪儿不正常了？刚做完手术不都这样？大惊小怪。好，行，你们先送患者回去吧，安排护士监护患者全天的生命体征，有情况随时找我。去吧。好的，主任。江医生在吗？开晨会了，汪主任有事宣布。来了。人到齐了吧？今天主要宣布2个事儿。第一，普外科即日起常规开展腹腔镜手术治疗，这项工作的负责人就是江医生，都听清楚了吗？真的假的？科室要开展腹腔镜手术，由江成刚全权负责。主任，今天这是怎么了？怎么突然就宣布开展腹腔镜手术了？咱科室不是都要解散了吗？第2件事，从今天起，江成刚正式升为普外科的住院总医师，所有事情无论大小，只要我不在，都听他的。这我没听错吧？我是不是没睡醒人傻了？怎么一晚上的功夫科室就变天了？是啊，不错，要的就是这个效果。我今天之所以要当众宣布江成刚的任命，就是为了给小江立威，方便他工作，顺便敲打这帮混日子的人。更关键的是，我必须让他们明白，普外科不仅不会解散，还要浴火重生。江成刚，别愣着了，跟大家说2句。主任，
我资历尚浅，在座的都是前辈，以后还要多多跟大家学习，讲话就不了吧。好，今天查房就由小江带队，我有事儿出去一趟，你们去忙吧。今天可是咱们江总第一次带队查房，都精神点。就是，江医生年轻有为，咱们可不能拖后腿啊！大家快别开我玩笑了，科室里我年纪最小，还是叫我小江吧，听着亲切。江医生太谦虚了。那我们去吧。带队的那个是哪个科的医生啊？这么年轻，不是主任吧？他不就是昨晚值夜班的江医生吗？我记得他来医院没多长时间吧，都能带这么多人查房了。你们没听说吗？我听昨晚那个手术患者的家属说，就算汪主任有拿不准的问题，都得向江医生请教呢。还说要不是有江医生在，他父亲就危险了。不能是骗人的吧？这么厉害。一床是新住进来的结肠癌术后患者，术后时长1个月，带左结肠造瘘口，此次周身不适，入院治疗。完了，刚一来就碰上这么棘手的患者，还周身不适，说的也太宽泛了吧？我看一下。行，我了解了。不接着介绍病情了吗？大爷吃早饭了吗？你们这个呀，就吃了一点儿，最近没啥胃口，全身上下都别扭。没胃口正常。您除了胃肠不舒服之外，是不是还感觉浑身乏力、频繁打嗝，造瘘口排气量也比之前多？神了，你怎么知道的？我早上才来，好多情况还没有跟医生细说呢。很简单，用眼看的啊。你全身乏力、胃肠不舒服，究其原因是结肠造瘘引起的体液缺失，从而引起水钠潴留。但您看见自己浮肿，误以为是吃多了喝多了，所以这段时间自己限制饮食饮水，却不料症状反而加重，才不得已来了医院。医生，你是神仙是吧？你肯定是神通广大的神仙，要不我这半个月的病情怎么都被你说中了？大爷，你目前的状况是急性肾损伤。不是急性肾损伤，这病人近期周身不适是肾脏病坏导致的。这说不通啊！患者明明是结肠癌术后，就算有并发症，也该是胃肠道出毛病，哪会扯到肾上？医生，你是不是判断错了？我腰子向来好得很，能吃能喝，不可能有毛病了。你要是不信，就瞧瞧自己的脚。我的脚什么情况？我的天哪！患者这脚肿得像发面馒头一样。我早上刚来的时候还没这么肿啊，这才多大的功夫啊，怎么就成这德行了？看来一床的肾真病坏了。我刚刚还怀疑是不是江医生判断错了，谁成想人家一眼就找出了根源。我可算是明白为什么汪主任要破格提拔江成刚做住院总了。汪主任肯定早就知道江医生的本事了，才会那么坚持。患者肾功能指标处于急性衰竭期。大夫，神仙，你能看穿我的病，肯定有方法救我的吧？要是能做血液滤过，估计患者的情况有个3-5天就能稳住。血滤咱这儿做不了啊，得去省城，可省城也未必能有血滤机啊。别怕，我能治好你的病。能治？真的假的？江医生，这个患者情况复杂，结肠癌术后还有个造瘘口，又加上急性肾损伤，血肌酐可是整整超了常规值6倍啊！这还能怎么治啊？没关系，精准补液，冲开堵塞的肾小球就行。什么？患者水肿这么严重了，再大量补液，身体受不住啊！要是引发急性心衰怎么办？按这个方案来，4小时以后带患者去抽血，复查肝肾功能。我相信肌酐能降到300以下，后续不急，慢慢靠药物治疗，大家不用担心。江医生，第一点我倒是能看懂，可你写的这第2点，我实在不理解啊。这是第3代口服补液盐的配方，能达到补液和止泻的双重效果，不仅能减短腹泻病程，更能有效防治肾前性肾损伤，通过扩血溶减缓水肿的危害。这种第3代 ORS 补液盐本该在2002年以后才普世，但目前患者情况紧急，顾不了那么多了。大爷，你放宽心，前阵子你这就是摄入太少，流失太多，导致肾脏灌注不足，滤过功能下降，才引发了水肿和肾损伤病症。之后治疗只要精准补液，把肾脏功能重新激活就没事了。谢谢江医生啊！今天要不是碰上您查房，我这条老命恐怕就……没事，
哎呀，我真没想到，这腰子闲着不用也能出大事儿。大爷好好休息，尽早康复啊！走吧。哎呀，来的还是太晚了，都没拍上普外科晨会的镜头，看来之后还得补拍一次。这也太厉害了！哎，还行，正好赶上普外科大茶房，这场面多有气势啊！多拍点，后期剪辑准保用得上。有病吧？不看路的吗？撞了我是小事儿，崩坏基金你等着赔钱吧。怎么感觉这人杀气腾腾的？有情况啊？先这样，什么情况啊？这人什么素质啊？有天大的事也不能在病房踹门啊！我去叫保安来处理吧。五床，是不是昨天那个孕妇啊？什么孕妇？昨天来了个孕妇和一个男人一块来的，我安排那男的签知情同意，他不愿意，说不是患者家属。没办法，我只能给病历上的紧急联系人打了电话。我也是看那个孕妇可怜才自作主张打的电话。接电话的男人刚开始听着很懵，问清楚情况之后，什么也没说就挂了。怎么办啊，江医生？我去看看。没事，不用慌，你按流程做事，无可挑剔，我去处理吧。趁我出差啊！同志，你先冷静点啊！你干嘛？我是科室负责人，有话慢慢说。冷静？怎么冷静啊？我不过出个差，她快生了还跟男人私会，这种事传出去，我们家还怎么抬得起头？同志，你听我说，这事儿都是误会。误会个屁！大半夜的，老婆被别的男人搞进医院，我哪可能不生气？怎么办啊？家属根本不听人解释啊！碰上这种事，哪个男人能冷静啊？没当场崩溃就不错了。换成我，这会儿已经疯了，根本做不到冷静听人说话。干什么？你别乱来啊！今天不把话说明白，他别想出这个屋。同志，你理智点，我们这是普外科，是做手术的地方，不是你以为的妇科。你爱人今天在医院，是因为他急性阑尾炎，疼得受不了才来治疗，不是被人弄伤，听清了吗？我不信，送他来的那个男的是他没结婚前的老相好，哪会那么好心？绝对有猫腻，站着别动，否则我对你不客气。睁大你的两个眼瞧瞧，他疼成这样，话都说不出，根本不是你想的那种龌龊事儿。这！再说了，你媳妇儿怀孕28周，属于孕晚期，根本不能有夫妻生活，否则母子都危险。这种事你不清楚，她身为孩子的母亲还能不清楚吗？这不可能啊！他刚刚还跟我吵呢，怎么这会儿这样啊？别挡路！患者现在情况危急，孕晚期最忌讳的就是情绪剧烈波动，很容易诱发严重并发症。小心！你别吓我！什么情况啊？快说话！我知道你是故意吓我的，是不是？我不提了，媳妇儿，你快醒醒啊！不对啊，这也太突然了，患者怎么一下晕了？不知道，快去帮忙吧，可千万别有事。立刻心电监护测血压，我怀疑患者有妊娠期高血压。子痫前期，这可是和妊娠相关的高血压疾病啊，严重时会抽搐脑出血，甚至是危及母婴性命。江医生，我现在就去推监护仪。没事吧？不对啊，怎么了？血压测不出来啊。不用测了，患者抽搐严重，机器测不准，立刻换水银血压计，安排人手动给孕妇测量。江医生，孕妇收缩压288毫米汞柱。我的天啊，最重的3级高血压标准也才180毫米汞柱啊！都别傻站着了，赶紧把抢救车推过来。病人高血压危象，很大概率引发重度子痫，立刻请产科急会诊，让手术室那边准备。产妇怕是要急诊剖宫产。媳妇儿，你还好吗？对不起，别生气，是我考虑不周，不该让他送我到医院。可咱爸妈都这么大岁数了，我不忍心让他们跟着操心。你工作忙不在家，我想着再忍忍，等你回来吧，实在忍不住了。对不起，媳妇儿，是我错了。媳妇儿，你怎么了？你别吓唬我！你醒醒，你快醒醒啊！医生，我是畜生，你别给我一般见识，求求您了，救救我老婆吧！医生，是我该死，我老婆她是无辜的。给她肌肉注射1支苯巴比妥，甘露醇快速静滴，越快越好，保证1刻钟内降压脱水。好。视网膜充血肿胀，高血压危象。双肺布满湿罗音，立刻让新生儿科安排早产儿保温箱送到抢救室，多叫几个人转运，送患者去紧急剖宫产。
江医生，你快看，床湿了！啊，完了，患者的羊水破了，怎么办啊？快救救他吧！给孕妇立刻取头低足高位，只要羊水没有流尽，母子均都还有机会。快，按江医生说的做，将床头摇高床尾，让病人倾斜起来。江医生，还去抢救室吗？立刻让新生儿科把早产儿保温箱送到普外科来，联系输血科启动紧急大量输血预案，至少要8个单位的去白红细胞和1000毫升病毒灭活血浆。对了，把咱们紧急剖腹手术器械包拿来。啊，江医生，你打算在这就地手术吗？在病房手术，这根本不符合手术条件啊！生命监护设备、麻醉机、专用手术床，各种设备，要什么没什么。最要命的是，咱们根本无法保证无菌啊！病房里的菌落超标，一旦开腹，患者的感染风险极大，后果将不堪设想。而且这可是抢救状态下进行剖宫产啊，手术难度比平时高出数倍。况且我们都是普外科的医护啊，产科手术流程、切口选择等等一无所知。来不及犹豫了，我去拿器械，我相信江医生肯定能救他。这位先生，情况你都看到了，要是同意手术，就去外面等候，我们一定全力以赴保住你妻儿的命。我同意，我签字。医生，求你了，一定要救他们。我会的，放心吧。麻烦的事儿还在后头呢，重症感染、高热发烧，可能还会有多器官衰竭，每一关都凶险万分。好在手术及时，患者年轻体质好，引流液性状和量都还行，希望过几天能顺利拔管。哎呀，我的老天爷呀！我这把老骨头到底是造了什么孽，摊上这种百年不遇的场面？现场剖宫产抢救，说出去谁信呢？这种事就算是交给省医院也得抓瞎呀！我得赶紧去看看，希望来得及。老天保佑产妇千万别有事儿啊！小江，汪主任。哎呀，小江，太了不起了！你这手艺，真是从阎王爷手里抢人呢！主任严重了，碰巧赶上，处理及时而已。小江还是一如既往淡定啊！今天这种绝境，就算把我逼上天，我都未必有勇气接得下来。对了，小江，还有个事儿，院里啊已经特批把你的手术权限开到最高级别了。那普外科院长亲口说了，咱们科开展腹腔镜技术期间，所有事情照常运营。您的意思是？没错，普外科暂时保住了。那就好。哎，小江，那你说以后咱们怎么办？主任，既然说好了要推行新技术，就一步一个脚印，从最基础的来。稳扎稳打好，我同意。依我看，就从腹腔镜胆囊切除术来吧。胆囊切除，这在传统开腹手术里算是2级手术的天花板了，稍微带点别的并发症，就会直接升级成3级。小江可真敢说呀，这还能叫基础？不是，咱要不还是先切阑尾吧？小江，我知道你的用意了，你是想让我们普外科的腹腔镜技术一起步就行在起跑线上，所以才想要胆囊切除这种有难度的手术。啥？腹腔镜胆囊切除有什么难度吗？这不是有手就行吗？主任嘟嘟囔囔说什么呢？我选胆囊切除手术作为推广腹腔镜新技术的开始，纯粹是因为胆囊这东西切了也没什么大不了的。胆囊就胆囊吧，你决定好了就行。小江，你只需要专注在技术上，其他的事儿包在我身上。明白。那咱们就从切胆囊起，让普外科打一场漂亮的翻身仗。翻身仗？江医生，你终于忙完了，我一直等你呢。汪主任。上次采访江成刚的时候，我还以为这个年轻人全靠背景，走后门才能得到汪主任的认同，一个劲儿拼命把他往大众面前推。如今看来，真是大错特错，是我以小人之心夺君子之腹了。江成刚之所以能赢得器重，凭的全都是真才实学。江医生，我自认为见过不少大场面，可今天当我亲眼看见患者一人一车被你们簇拥着推出来时，那种震撼彻底改变了我对外科医生长久以来的刻板印象。江医生，这回有空吗？我有一些问题特别想请教你。可以，不过不能耽误太久，我稍后还要去补兵力。好，我们调一下设备，马上开始。老汪啊，我说句真心话，你这徒弟了不得。怎么说？这人难不成是来挖墙脚的？讲真的，我都有点嫉妒了。哪个当主任的不想手底下有个顶梁柱啊？你是没看见，刚才在台上，江医生连续锁边缝合，一点失误没有，我都懵了。那么长的切口，里里外外好几层，他一个人拿着器械，压根不需要助手协助，缝得又快又漂亮，真是跟拿尺量的一样。你的意思是，
江成刚缝合技术在你之上。不光是我，那些天天泡在手术室缝血管的大佬都未必比得上他。哦。